凌晨2:07，主卧的台灯被第三次暗亮，耳边是伴侣发生10辈子的摩擦声。3小时前那场争吵的碎片还在空气中漂浮。你为什么总是不收袜子？说了多少次别打断我说话？夫妻俩像个失控的指挥家，拼命的想让对方按自己的指令表演。那些你应该这样的要求，最后却刺伤了对方。知道离婚调解员最揪心的地方是什么吗？80%的夫妻都重复了同一个咒语：你要是能听我的，我们就不会。民政局最新数据显示，离婚的夫妻承认，他们最后几个月最在乎的是，我再也受不了他的固执。此时此刻的早餐桌上，正在上演的那些致命的对话：头发堵地漏了，说了多少次了？手机音量调小点会死吗？这些日常的火药桶，正在把家改造成慢性窒息的毒气室。但有个恐怖的事实被我们集体忽略了：当你在争夺话语权的同时，对方也在用同样的力度拉扯绳索。为什么我们越改变对方，却反而把彼此推得越远？接下来的几分钟，我们来看看控制伴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。昨天有人私信我，每次争吵我都扇自己耳光，明明想说爱他，却每次都控制不住自己。这些带血的字句背后，藏着人类最原始的恐惧。你是在抹杀我存在的意义。心理学有个残酷实验，让伴侣对视时，如果有一方眼神闪烁躲避，另一方的血压会在7秒内飙升20毫米汞柱。这又是未被看见的生理反应。你的视网膜接收到了我的影像，但是我却在你面前消失。神经科学家扫描争吵中的大脑，理性的认知正在集体消失，而情感区域正在喷发出岩浆。当我们说你为什么不理解我，其实是原始大脑在哀嚎，我们的生存正受到威胁。上周三晚上7点，有位夫妻因为红烧肉该不该放糖闹到要离婚。你从来都不听我说话，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。你看，晚饭现场，我们正在争夺的是对方的控制权。话语权争夺战的核心是受到关注，而从来不是谁对谁错。当我们指着对方说你错了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哭着喊，求求你看看真正的我。这又是婚姻里最可怕的诅咒。我们给自己铐上了会自动锁紧的手铐，每次争吵都在转动手轮，手铐就会铐得越紧。心理学家做过魔鬼实验，记录200对夫妻的争吵频率，发现68%人都会在相同的时间点爆发相似的冲击。周二晚上7点的厨房，上周五早上的玄关，就像设定好程序的死亡闹钟。上周跟踪的案例让人震惊，你从来不听，你才不懂。当他们第4次复读这些台词时，脑扫描显示理性思维下降了53%，他们都退化成了争吵的野兽。此刻的早高峰地铁里，他总是乱花钱，他从来都不关心我，正在无数的人脑中炸开。每次的指控都像是绞杀婚姻的尼龙绳。我们越是用力拉扯，窒息感就越强烈。我们越是想要控制，矛盾越是在不断升级。要剪到这根死亡绳索，需要的不是更大力气，而是找到那个认知枷锁的插口。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怎样解开这个婚姻的枷锁。现在我要介绍3个沟通方式，这是从237对夫妻幸存者案例中提取的黄金法则。方式1：当发现他乱丢袜子时，用5秒钟把你怎么又转变成能不能告诉我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。就像对待哭闹的婴儿，我们总是先问需求而不是定罪。上周的案例观察特别的真实。当妻子问为什么又买贵价的酱油，如果他多问一句那瓶酱油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丈夫就会哽咽的回答，这是我奶奶生前用的牌子。那些看似任性的习惯里，可能藏着未被挨到的创伤。方式2：指责他乱花钱或者不体贴时，先过滤攻击性词汇，提取恐惧信号。他说的你根本不在乎我，真正的意思是我怕我们正在变成陌生人。神经科学家验证，当伴侣相互指责时，如果能在3秒钟识别出他真正的情绪，冲突强度将会下降64%。方式3：每次争吵白热化时，想象有50个你从未来穿梭而来，60岁的你正在摇头，82岁的你正在哭泣。婚姻里没有真正的赢家，有的只是一时的输赢，还有一地鸡毛。现在轮到你了，在评论区里写下最想处理的争吵，或者是最愤怒的事情，说出你的故事，或许这会是你未来幸福生活的线索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